我们一家到了大马之后的1年时间内，我有很多的观察，但是我不懂为什么，所以我自己给了他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就有可能对，或者是不对。外卖都穿拖鞋，我的解释是说，这就说明他们不赶时间啊，不急，所以心态是比较好。在中国，我看到那些外卖基本都是要跑的，他接到订单以后不单跑，而且横冲直撞，心情也不太好。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外卖他是否心态还蛮好的，有时候需要他等很久，他也不会有什么怨言，搞得我们都不太好意思。第二个呢，在大马的屋子，尤其是公共区域的门很重，我一开始好奇怪，这门怎么推都推不动啊？女生力气小一些，我太太她都有可能推不动。我后来就在想这个问题啊，我就发现是不是这样的，重是因为这里面有铁，那它为什么里面有铁呢？是不是说有一种防火的建筑标准？这是一个出于消防安全考虑的一个建筑标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对，中国不是这样的，基本的门都很轻的，一推就能推动，而且很多门不是长闭的，是经常会打开着的。第三个观察很 common， 就那些停车场1、2、3、4、5、1、2、3、4、5、6、7都是建在地面上，所以我想来想去呢，我觉得可能和2个因素有关系。第一，大马的车是比较多的，所以你如果14层楼要建5到7层的停车场的话，那怎么可能建得下在地下建这么高呢？这么多呢？即便能建，那它的建筑费用也是很高的，而且3栋楼在一起就可以建一个很大的 car park， 这个建在上面还是比较合理的。再说呢，大马的风吹日晒要建出这种半开放式的都没有关系，和地理条件可能也有一些关系。所以我的误解就是说，是不是因为车位需要的太多了，每家又送1到2个，有些还送3个，那就放在这个上面是会比较好的。第四个，就我相信我讲的是对的，汽油很便宜的原因是因为政府有补贴。第5个，我的观察是高速，就是那 highway 啊，它这个 toll 特别多啊。从一开始我来的时候啊，就 Touch and Go、RFID 和 Smart Tag， 现在还有 Visa， 还有My Debit， 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多呢？有人讲建高速路都有腐败的问题，这我不敢乱猜测，因为实在是没有依据。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猜测是合理的，就是它是否是没有合理规划。第6个是指交通违章，我知道什么？第一次知道的时候我就在想 ，what？ 警察节还有什么大选？既然你中的这些违章啊，这些萨满是可以打折的，还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进行的猜测是什么呢？我猜测是这样的，缴费比例不高，就因为很少人去缴嘛，所以我大做善事的时候或者我鼓励你去缴，我不如打个折，这样大家才会缴多嘛。第7条。政府很多系统都没有联网，因为我去 GPJ 我就跑了8次，最近不是开公司嘛，跑不同的市政厅，什么 AJ、PJ、SJ， 有意思每一家的办事方法都不一样的，信息也都不连通的，猜测就说明信息化还有距离。第8条，路上的身材不均匀，但是身材特别肥胖的，像我这样胖的是蛮多的。我的猜测就是糖尿病可能很多。所以有人会把开斋节看到那种彩色的水称之为叫聚焦水嘛？你知道大马的糖尿病发病率好像是亚洲第1。第9个，你看路上的摩托很多，对吧？因为摩托都可以上 highway， 我推论就说那摩托的事故率有可能会很高，因为它的驾驶习惯并不是那么好。第10个，我发现线上和线下价格差不多，但在中国呢，基本上大家养成了会去线上买。照理讲线上的成本是会更低的，因为它没有仓储、租金、物流都会更加便宜。我只能有一个推论呢，就说是不是线上还有发展空间。第11个，我发现重庆、四川、湖南菜变得非常流行，所以我有个推测，就是麻辣好像挺有市场。12，有一次朋友介绍我去阿罗街，我自己在过年的时候也经过阿罗街，但是我看到阿罗街是以游客为主的我觉得阿罗街的东西不会太好吃。当然后面我自己有个验证，有人介绍我去阿罗街吃烧鸡翼，我觉得就是游客很多，东西一般，没有我们在 C180 吃到的好。13，两种戏院，一个是 GSC， 一个是 TGV。但我发现 GSC 有时候还会制作电影，GSC 是不是要比 TGV 还要大，是一个更大的公司。14，但我不敢确认大家来讲就档口点水的这个小工或者是外劳非常积极的，还会跑上来问你有没有点水。那我的一个猜测是什么呢？就工人这种积极程度很少见，那他应该是有提成的。15，和泰国相比，苏丹夫妇他们的画像并不是很多的，还好嘛，就偶尔会看到。那合理的推测吧，就是皇室对这个比泰国要好多了。在泰国我觉得民众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受到干扰的，知道有3大话题，我讲 facts 是不是说和泰国是不一样的。看第16个，到处都有野狗stray dog 非常多，就是这样 at large， 对不对？它会不会造成很多的咬伤人的案例？17个很有意思就是 TBS 长途巴士不太受欢迎的
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会跟我讲不能做这个啊，或者说这个小时候我们出去学校带我们出去的时候我做过啊，也有人说很危险啊，他说开车的人可能日夜颠倒，很劳累，有可能会发生问题。现在 TBS 非常舒服，价格很便宜，所以我想他过去的服务，不管他提供的质量啊、安全是不是出过一些问题，比起其他啊，电费是比较贵的，所以我有一个推测，是不是说电费就补贴了？19个就是政策 U-turn， 这是大家讲的嘛？我一开始不以为然啊，马达尼也是先喊，然后再去落实。经济政策是到去年的 Q4 才出来的，但已经上任很久了耶。讲了不行，就只能 U-turn。你应该用个合理机制，不要让大家敢讲，讲完又不去做。我觉得这个是有些问题。20，以前当它辣的东西不需要在 supermarket 里面单独结账，就会跟那些好辣的东西是放到一起的，没有一个单独的区域卖酒啦、卖猪肉啦、卖一些猪肉制品啦，单独在一个区单独买、单独结账。他们说以前不是这样的，就以前会更加开放。21，我家的 WiFi 啊 Fiber 用的是 Time 的，因为 Time 比 Maxis 要便宜不少，所以我有个猜测就是 Maxis 的占有率会更高一点。22，我就发现说有些冲屁屁的这个花洒，它是在右手的，你不可能拿左手拿过来再绕进来放吧？所以我想那个屋子是否就不是马来人建的，所以他才管你右手还是左手，我有就好。23，然后那些摩托呢，把那个消音器，就那个叫什么 muffler 是吗？把那个给拆掉了，就故意发出很响的声音，我觉得。但是很少有人谈，我的 point 是很少有人谈为什么，所以我说了一个猜测是顽疾，大家不管了，已经不在乎了。24，每次讲到这两个地区，就是讲到台湾和新加坡，就争吵激烈，非常非常激烈，所以我在想，大家都是华人嘛，那我觉得这几个地方大家关系应该会是比较微妙的。我问过一些人，大家也讳莫如深。25，我去看了《复读青年》，虽然我不像我太太哭得这么厉害，宪法也很难改。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非法劳工问题一定有，而且是很大社会头痛的问题。对和不对需要你来评价。油价很便宜，虽然我知道好像很快又有可能要起价，对不对？但我觉得油价如果你要做调整的话，对政府来讲会是很头痛的一个问题，当然难度就会很大。27，在 mall 里边跟中国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小品牌很多，不是那么知名的国际的大线的品牌。我的一个推测就是说，是不是因为大品牌并不青睐，因为在非常好的 mall， 要么就是大品牌还觉得人还不够多，我先不放很多家，所以小品牌就很多，或者说是因为租金便宜。但我刚讲了，租金便宜我不敢确认。28，前阵子涨了 SST 嘛，所以我猜给大家增加的压力会是蛮大的。SST 涨了以后，慢慢会把物品的价格都会带高。Plus 有一个现象，最近想到了，就猪肉起价还蛮多的嘞，看到的很多猪肉还是很贵的。这个猜测应该是不准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说一下，是因为食用的人整体比较少吗？还是说食用量有下降，或者说是有政府的调控，所以猪肉才会起价这么多？电动车在增加这个很明显，有一些的 Tesla， 有比较多的什么 Chery 和有一些 BYD， 势头发展下去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石油企业有可能是要做一些改革的，不能完全的依靠石油。身障人士比较少，所以我的一个推测是对身障人士的在社会上的照顾还不行。我的观察是那个盲道肯定不用讲了，因为人行道都很少。AED 这些除心颤的这个设备在 mall 在公共的场所有没有很多呢？至少我没有印象看到过，很少见到那种 AED 吧。一个猜测是不是说猝死的抢救率就会比较低，因为 AED 又少， ambulance 它来的又比较慢，这也是事实，对不对？有一个国际上衡量医疗的一个指标，这叫猝死抢救率。33，我昨天还看到，就是在车辆的副驾驶上面抱着小孩坐的，抱一个的，抱两个的，我都有看过，很多。我的一个推论就是，那么相应的在前排小孩子他们出的车祸率应该会比较高，这是很令人扼腕叹息的一个事情。我只是一个非常逻辑的判断啊，华人都很好，都是不太斤斤计较的。我想讲的就是说，这个是原因还是后果？比起新加坡啦，比起中国大陆啦，都是非常非常 nice， 是因为这样造成我们的华人，还是说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华人不太斤斤计较，或者兼而有之所以我不确定。35，水费是很便宜的，所以我的一个合理猜测就是说水费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政府补助的。虽然很多人说大马水质不是太好，我没有太明显的感觉，我们大家怎么想？36，服务业尤其是 SMB 中小企业在大马的占比是很高的，可能有90%都是中小企业，让他们撑起了大马40%的经济。所以我猜在疫情的时候，对服务业还有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冲击会是蛮大，因为小企业抗风险能力会比较差。37，因为 COVID-19 疫情的发生，使得大家外出驾车变多了，所以一个合理的推测说，那是不是交通变糟糕了？38，之前有一些相关我觉得过兔的方式在不断的变多如果说一个会涉嫌垄断的话，那5个是不是会太多？所以我觉得它影响的效率因为你每一种
流行的通道变少了，你的切换时间、出错率还有换道造成的问题都会变多，维护保养对企业也不是有很好的一个地方。39，因为疫情让呢外卖变得更加流行，更多的人习惯了、愿意了去点外卖。但是呢，我问了很多档口，他的生意是有过起伏又回来，甚至有变好了。我觉得有没有一个发生两种情况？第一，有很多档口就因此倒闭了，他没有挺过去，他没有升级完成，他是不是就死了？还有些档口是不是干脆调整升级了，逼迫他们发展出更好的生意的方法？40，你知道像 Grab 他的要收每一单收多少吗？我去问过，你每卖出他要把你那一单的30%都据为己有，所以这个佣金比例是很高的。为什么讲高呢？比方说在中国，其他的我不是很清楚。一开始饿了么这些来抢占市场的时候，它是免费的，但等到如今这2年，抖音出来去做外卖、去做电商的时候，它只收佣金的2.5%，那就差了10倍差了10几倍，差了一个数量级。所以我觉得那些平台它面临的竞争可能还不多，外卖还不够发展。再发展的话，它的费用就会因为竞争而下降。41是我对女生没有观察，我怎么知道女生有没有染发？有可能是我的眼睛一眼看不出来的。但我觉得总体就不是那么花花绿绿的，很夸张。可能在上海看到的是让我觉得有点夸张，我觉得不是那么多我觉得总体感觉，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心态比较平和吧，不是说把自己打扮得很妖艳，我一点都没感觉。我觉得大码女生很美丽，但是不妖艳，这很难得。还是回应刚才那个门里面有铁的问题你看大楼都是有专用的 lift bomb 消防的电梯，所以我觉得还是对火灾这一块管得很好的。我其实在中国是很少见到专用的消防电梯，很少见到。43 KKMart 真主袜事件，有一个人他在网上发表了一些调侃的言论，就受到了非常严肃的对待。所以我就讲事实层面吧，我的推测是，我还想多啰嗦一句我是觉得媒体不应该老是拿他出来吊打，一会儿说认错，一会儿说很快被抓住，一会儿受审，一会儿高庭又讲怎样怎样。我觉得对这个人是不是媒体自己没有果敢的、鲜明的、insightful 的见解，然后呢又不允许别人嘴巴去讲，说你们讲这个话题都给我小心一点，但是你老是把别人那个照片拿出来，我觉得不是很好。我觉得 anyway， 我的推测就是说，是不是过去有很多人因此的受过各种惩罚。44，印度裔的男生和女生的寿命相差 7.8 岁，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说 some 的印度女性会比例很高。45，年轻的男生纹身很多，但是华人就也很多尤其是男生，所以我没想明白是什么导致的，是西方文化，还是说这个是比较酷？以前是这样吗？不懂。46，每一个市政厅他们的规矩差得很大，有些是不合理的大。就比方说你去办一个 license， 有些市政厅说 OK 你今年办，那我到明年让你 renew 就好了，我给你的是1年的有效期嘛。那有些市政厅说，如果你是11月份来办，他说我们是1年一办，你付一样的钱你今天办完这个 license 到12月31号就要过期了，请你明年1月1号再来，差距很大，而且有不合理的存在，是会影响商业效率的。47，全房买车容易被查税所以他不会。但是我得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说是不是收税的比例不高税基这个普及率，这个 coverage 还不够，好像最近看到新闻，政府说个税只收到 17% 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48，高尔夫的球场到处都有，那我想是不是说高尔夫是一个比较流行的运动，是这样吗？我们时间卡的还比较好49，绿化很好所以我说高尔夫有很多人来打，那我再进一步推测，说明高尔夫球场很棒大马的高尔夫球场是否是举世闻名这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 comment 一下，这个是误解吗？还是这样的？第50个，不是大家看书吗？订书很难即便你订到要送达都很长的时间。我最近订的一本书是12月订的，然后最近才到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好处呢是订书的范围很广，除了大马的、香港的、台湾的都可以订到。所以有一个想法是说，不好意思，是不是看书的人不多？大家可以 comment。谢谢大家，拜拜。